我刚刚录音没有按下去好吧，那没救了，我们 YouTube 的备份就会缺一半哦，所以不好意思，如果你现在是收听 YouTube 的版本的话，我现在重新开场一遍。大家好，欢迎来到黑色周记第35周，旁人来来去去像行云流水。那前面漏了一小段，请大家可以上 Instagram 去听完整版。那我们现在就从断掉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们刚刚已经聊到 OnlyFans 的新片第14次宿营，威廉回归与国道风光。那在这一次的影片里面呢，我光是剪在车上做爱的片段就已经超过1个半小时了，非常夸张的一个量哦。但我相信，如果大家有仔细去阅读、仔细去看这个影片的话，一定可以明白为什么要剪那么多出来，因为实在是太精彩了。就是从一开始的前戏，然后正面、背面，换了几个姿势，然后最后射超多在他的背上，非常精彩哦，没有任何一段是能够割舍的，所以全部加起来就变成是很厚重的一部影片。明明是宿营的影片，可是却搞得像是这两个人的亲密影片。难得有这种只有2个人出镜的影片，然后还受大家那么热烈的欢迎，不管是按赞，不管是转推，不管是购买，尤其是购买这一部的购买，就是我平常会去计算说购买的量去除以按赞也好，除以转推也好的大概的一个 ratio。这一部是属于转推跟按赞普通，但是购买率异常高的一部影片，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总之，应该是威廉的铁粉发挥作用，大家真的非常喜欢威廉这样。所以这一部，如果你的预算有限，那我会推荐你购买这一部，非常值得收藏的一部影片。这样，好，再来第二个跟大家介绍本周的 Fans One 的新片是出屌教练的停车场欢愉实录。这个呢是2年前就已经拍了，而且2年前就已经上在 OnlyFans 上面，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管得很严。可是随着 OnlyFans 的政策收紧之后，这一部影片就在那个时候下架了。那下架之后，因为很多影片都被下架，所以我持续更新的过程当中，就会有点遗忘这些影片，那导致这些影片其实就一直积在我的低潮里面。那这一次好不容易突然想到了，就把它拿出来重剪，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我跟出屌教练其实都算是野裸圈认识的。那有些互动，最后那个喷了很多在口罩上面，那个口罩当初是有抽奖送出去的齁，对，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这种活动啦。我觉得应该是说这种活动想起来很有趣，就是要抽奖啊什么的。可是其实对我们这些 KOL 来说，抽奖其实是一个很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可能觉得很兴奋，觉得很有趣，然后想说回馈给大家，可是大家参与的意愿都比想象中的还要低一点。我不知道是大家觉得说啊，反正抽奖一定不会轮到我啦，或者是抽到了也会觉得说，不会是我吧？然后就不去领奖，然后又退回来，就是有各种奇怪的状况。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可以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就是你很喜欢抽奖啊，想要抽到什么东西啊之类的。那再来第3点，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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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哈，我们9月2号就要截止了，我们黑糖家族第17期热烈招生中。就如果你对黑糖家族有兴趣的，请你现在立刻到我们的推特置顶贴文就有指示咯，请你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家族。然后这时候最常问的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要先加脸书社团呢？我不能直接加赖群吗？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赖群本来就是从脸书社团延伸出来的服务，所以本来就是只有能加入脸书社团之后才可以申请，就是赞助这个 LINE 群。所以大家只是刚好在脸书社团以外的地方看到这些资讯，然后你想要加入，那理所当然你就是要按照这个流程嘛，并不是说我们故意还要绕一个弯，然后制造大家的麻烦，而是说我们这个社群形成的逻辑本来就是先有脸书社团才有 LINE 群，那
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也不会就是硬要逼你。你觉得加入脸书社团很 nonsense 的话，没关系。我们本来也不是一个盈利事业，我们就是会把自己的规矩都定好，然后要不要遵守就没有关系。那这件事情呢，也会继续连续到等一下第5点，想要跟大家聊，就是自由所孕育出来的独裁，对，就是有一点相关，就是包含了我们整个待人处事的原则啊，整个群组建立啊、运作的原则等等，都会跟这个有关。这样，好，那有兴趣的人，请你就是立刻去寻找一下我们的脸书社团，然后里面有影片，也有文章，总之有很多需要你去阅读的东西，请你好好的把它阅读完，再来加入我们的群组，填我们的表单等等的。你会觉得很复杂、很麻烦，没有错。但如果你都可以把那些都读懂了、都理解了、都吸收了，我相信你再进来我们的群组，你会比较没有那么大的落差感，你会更了解说我们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子的团体，那你要怎么样在这里面找到你想要的东西等等的。OK， 那再来最后一个，不要闹大直学长啊，忘记更新了，是第9集哦，第9集现真热映中哦，没有人提醒我，我没有上资讯卡欸，来，我来上一下资讯卡。好，来，我们不要闹大直学长即将完结篇咯，就是一路走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很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接下来我跟传播帝有聊过，接下来就是一些 IP 的授权跟文字化，或是往海外发展，做一些翻译的版本。所以未来还是有非常多发展的可能性。那这些发展的可能性呢，都会仰赖大家每一次的按赞、留言、观看、分享等等的。那在这个演算法挂帅的社群平台时代来说，大家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非常的有用，非常非常的关键。所以请大家不要觉得你好像没有办法影响什么，你没有办法做什么，不是的。哪怕你现在就只是在下面静静的收听节目，也是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对我们这些创作者来说，你们的每一次互动都像是我们跟平台之间的博弈，或者是说实力的展现，让这些平台可以看见我们的价值，让不同的可以产生商业价值的合作伙伴都能够看见影响力等等的。所以你的按赞、你的转推、你的留言，都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有用，都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有力量。OK， 好，最后我可以好好来聊自由孕育出的独裁。那这个就要回到我们刚建立群组的时候，那时候黑糖家族成立的时候，一切百废待兴，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建立起来，然后很多问题，也不是说很多问题，很多地方的规范啊，或者是说我们要怎么运作啊，都存在非常多的问题，甚至连一开始都还没有想到要办线下聚会啊，什么新手村啊，然后什么毕业啊、回归啊，这些通通都在那个草创时代不存在。那当然要怎么样定版规，要怎么样执行，然后要怎么样持续的翻新，跟因应一些状况做出应对，那免不了就会去讨论说权力要怎么来，怎么授予。那当初当然也不是没有想过要用什么投票啊，或者是说民主啊，或是让大家表达意见啊等等的。那最后为什么会变出一个独裁体制？我们先讲结论。现在黑糖家族的政治体系呢，就是专制独裁制，就是由我本人去写所有的条文，然后去执行所有的条文，去判断所有的，就是我身兼立法、司法、行政全部都是由我自己来做。但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呢？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最大的一个核心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在想进来群组的时候，不是应该说所有的人都在自己可以想离开的时候就离开。因为我们的群组虽然我们每3个月招生一次，可是如果你今天累了，或者是说约期到了你不续约，
其实你随时都可以离开的。那意思也就是说，你现在投下的这一票，可能3个月以后你就不在了。那根据这个浮动的民意去决定出来的政策，也要变成浮动的政策嘛？要不然前人投票出来的政策，如果后面的人不喜欢，那是不是后面的人又要再投票一次，把前面的人决定的事情打翻？那就变成是一个很无所适从的一个状态，因为没有人要对这个法源负责，也没有一个合理性。因为像我们现在民主社会投票是一个有意义的行为，就是因为我们一起生活在这座岛屿上面。那前面的政策我不喜欢，我现在就要把它投票投下去。可是如果我今天是一直移民的状态，我今天一下是中国人，我一下是美国人，我一下是日本人，然后可是我又可以投票去扰乱每一个不同国家的法律的话，那这样子没有办法好好的运行下去。所以在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团体里面，我自己的心得啦，同时也让大家有一个参考，就是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社团，或是你一个人员的流动可能会有一点快速的团体的话，我真心的建议大家不要被民主政体给困住了，不要凡事都认为什么东西独裁就是不好，民主才是最好的。有的时候你就真的需要一些专业的、长期的人来处理一些事物，例如说像。即使在民主政体里面，也有很多职位是不能够民选的嘛，因为有的时候民意不一定代表正确的。例如说大法官，例如说有些事情其实是需要逆着民意去干的，例如说可能废死，可能同志婚姻，对吗？同性婚姻这件事情，就是简单来说，其实同性婚姻是逆着民意去干的，大家看投票结果就知道了嘛。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能够摆脱多数暴力，需要专家政治的一个环境。那我们的群组之所以可以活下来，很大的原因就是我要开始臭屁了。就是我虽然会做所有的决定，但我也会为所有的人负责。那因为这个群组如果没有人要参加了，或者是被大家讨厌的话，那当然就是我的责任嘛。我因为可以扛下100%的责任，所以我才可以获得100%的权利。那在获得100%的权利的时候，我其实还是向所有参与的人负责。大家的选票就是你们手上的钞票，就是你们要不要继续赞助这个群组。你们如果觉得我做的很烂，或是你就觉得这样做不行，那你就3个月之后，你可以选择不要续约，你就离开这个群组。所以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是独裁，但实际上其实是民主，只是我们的选票是以钞票的形式呈现，就是你可以选择不要赞助，只要没有人赞助，这个群体就会自然瓦解了得修。所以只要我够白目，我够一意孤行，我把所有人弄得民不聊生，那最终我自己也会受到惩罚，就是大家会众叛亲离嘛。那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然后黑糖家族还可以蓬勃发展？就是事实上，我也是很认真在倾听大家的声音，一直在修正，一直在创新，一直在改变我自己，然后一直在给大家不同的体验、不同的想法。就像我这次，我们终于推出了黑色的衣服哈，那尤其是黑色的吊嘎，我非常喜欢，尤其这个版型穿起来奶很大，就是音讯空间人不要急着离开。等一下，你们可以去 Instagram 看一下哦，就是我很喜欢这次的衣服。就这一次在同游之前，应该也会募资。可是呢，我有在考虑要不要跟大家一起走，因为去年一起走，老实说有一点累，尤其我又走得很快，然后很容易就脱队，所以我在想一个合理合适的方法。例如说，我应该要下载一个软体，或者是我不知道，现在一直换来换去。现在是用哪一个啊？之前是冰棒嘛，冰棒没了，然后后来又有2个群组，又有冰友还是什么之类的。那现在又换，不知道又换到哪里去了。总之呢，如果有需要的话，我觉得这一次同志游行大家要一起走的话，我应该要用一个即时定位系统报给大家我在哪里，这样大家才可以想要来追我，想要来找我，想要一起走的话，会比较容易找到。因为去年有发生很多人就是走一走就走散了，或者是从一开始集合的时候就找不到我在哪里。对，这个是可以再商讨、再研议的地方。这样，好，我们回到主题，就是那个自由孕育出的独裁。就是
我自从研究所那时候，比较老的粉丝应该有听过，就是我以前研究所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其实就跟朋友一起合作创业，然后开了一间茶馆兼就是共同工作空间这样。那件事情对我后面的人生影响真的非常的大，因为从那之后，我真的非常的害怕，也非常不喜欢跟别人合作，就是不想要跟别人不想要跟别人对于同一个物体拥有一样的权利，或者是低于别人。一旦低于别人的话，我就会想要变成，例如说，就变成成员，就是变成打工仔，我就不会想要跟别人共同创办，或是共同持有某一个团体或是某一件事情的决定权。我昨天也跟我老公刚好聊到，授权最近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那我不琢磨实际上的事情太多，那我只想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觉得创业就很像是大家一起养一只伊布，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宝可梦，反正我就用伊布举例了。就大家心中可能最理想的宝可梦都不一样，然后你就需要讨论嘛。可是当有一群人他发现说，我其实理想中的宝可梦是水伊布，然后或者是我理想中的宝可梦是雷伊布，但因为他们都是从伊布进化来的嘛，所以大家就说我好想要，你只会说我好想要养一只伊布哦，然后说对啊，我也是可是养一只伊布很麻烦那我们一起养好了，可以啊，可以啊，伊布这也是我理想中的宝可梦，然后大家就因为都很喜欢伊布，然后都很想养伊布，所以大家就聚集在一起，有一群很喜欢伊布的人。然后大家伊布养养，那当然也是因为一开始孵蛋什么那个培育然后刷性别、刷个性、刷 IV 值很辛苦，好不容易养出了一只完美的伊布，大家都好开心耶！阶段性任务达成，我们有一只好漂亮的伊布然后大家就开始吵架了，就是决定要让这只伊布进化成什么形态的时候，就会开始吵架，就是虽然大家的起始点都一样，可是因为大家的目标不一样，而这个目标很有可能在一开始你不会讲出来。举例来说，像我之前创业，其实我是想要认真做共同空间这一块的，可是我那一群其他的朋友，他们其实认真想要做的是餐饮的那一块。所以在草创的时候，我们就是他做茶饮，我做共同空间，我们把它融合在一起，所以其实做的还算不错。可是做的不错之后，我们要开始想第二期，例如说我们要扩张，我们要招更多的人力或招更多的资本来入驻的时候，就开始起争执了。因为我理想中的店不是要变成一间咖啡厅，或不是要变成一个就是餐饮店，而是希望可以更接近一个艺廊共同空间，就是大家的客厅，大家时不时可以来聚一聚聊聊天的地方的那一种。可是那时候后来我就去当兵了，那在当兵的期间，就是整间店就越来越偏向餐饮店，就越来越多各种奇怪的品项被开发出来，然后就花了很多时间在学那些新的菜色什么的，我就觉得不是我想要的样子。对，那从那之后我就非常非常非常害怕，因为说实在的，你也不可能在一开始就跟对方说你可以告诉我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或者是说你可以简单的描述一下你长期的理想是什么很难，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做一步想一步，其实都没有想那么多。你就算问他，他也说我觉得你讲的很好我觉得没问题可是可能过了3个月、半年之后，他可能就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就突然跟你讲，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月伊布这样就是即使你们都已经讨论好要进化成太阳伊布了，但他可能就会在你准备要进化成太阳伊布的时候，就给你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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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按，然后你又被迫又卡在那个伊布的状态，就变成一群人这辈子就只能养那只伊布了，因为不能够乱进化，因为只要一进化就会有人不开心，就是一进化就是往不对的方向前进，所以从那之后，我就非常非常害怕跟别人合作，就是我一直都是保持，就是我个人可以100%掌握一件事情，然后我对他100%负责去做那样子的事情。对，那这就是一个题外话了，就是为什么我会希望这个群体继续保持一个独裁制，而且由我高度来掌握
就是权利也好，未来的发展也好，就是你爽就留下，不爽就离开这种态度。那我们也会不停的一直强调，我们是赞助者群组的回礼。所以一旦你觉得你是为了某一个目的才进来，如果某一个东西消失了，你就不开心的话，那我就会建议你不要进来。对，就是我们也不是一个敛财的团体哦，也不是邪教哦，这个可以回去复习上一周的黑色周记哦，我给你全部自由那一集里面就有提到，我们跟邪教最大的差别就是你要来就来，你要走就走，我不会硬要你来，也不会硬要挽留你哦。虽然听起来有点无情，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讲出一些类似情绪勒索的话，会来找我聊说什么，唉，现在是黑糖哦，跟我想象都不一样了啦。我一直在想说，既然这样的话，那要不要干脆离开算了？那正常人应该就是会安慰他一下，说啊，你觉得哪里不好啊？你是不是觉得哦哪里怎样？我们是不是要改进啊？不会，我会直接回答说，你如果觉得不喜欢的话，你就离开吧，没有关系的，我不会挽留你。这样就感觉很像很无情，可是实际上就是因为我给你自由嘛，你也给我自由嘛。那我自由创作出来是我的决定，那你要不要离开是你的决定嘛。我做的不好，我也会虚心的接受，那我也不会故意硬要把你留在你不开心的环境。那根据这个逻辑，其实在我的原生家庭里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我最近可以很坦然、很释然的跟我的家人保持距离的原因，也是我体悟到一件事情，就是即使他们做了让我不开心的事情，我也不会去责怪他们，因为如果就算重来一次，他们可能也不会改变他们的决定。举例来说，像我最近断绝关系的时候，我姐就传讯息问我说：“你这样不会就是适得其反、物极必反吗？你这样反而会激怒爸妈，不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啊。”那我就淡淡然然的回答他说：“我没有啊，我已经得到我要的结果了，就是我拥有我自己的自由就好了。我不觉得父母不接受我的同志身份有什么问题，因为那是他们的自由。我作为一个性工作者，我也不奢求他们接受，因为他们不接受也是他们的自由。那所有都是他们的自由，所有的决定我都尊重，我都接受，所以我选择离开那个家，而不是因为我希望他们接受我，我才情绪勒索，或者是讨价还价，或者是以退为进，没有，就是我就是单纯的累了，就是从应该说27岁算是正式出柜，因为那时候我在青岛东路的多元成家的公听会上面露脸了，然后应该在路边啦，不是在那个公听会里面，在路边，然后在街上有露脸，然后我也有上传到我的脸书，贴到我的脸书的大头贴，然后我妈就看到了，然后就来问我你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赶快问我姐说，妈问我什么意思我27岁，我是不是可以说了？我姐就说好吧，你就说吧。所以从我27岁正式出柜到现在，我放下他们到33岁，也就是这6年的期间，我不能说他们没有改变，但我只能说他们做的很痛苦，我也是看在眼里的。所以我觉得那就不用那么痛苦啊，就你们不用强迫你们自己去改变来接受我，那我也不需要强迫我自己去改变来 fit 你们，因为我改变的也已经够多了，我想做的事情也很多都没做，也都是因为家里面的关系。大家都误以为说我不露脸是为了法律的责任，哇啦，其实不是。我不露脸最大的问题就是最大的顾虑点，当时就是因为我的父母，所以未来是有机会可以期待我出现在一些公共的媒体上面，或是其他人的节目 ，maybe 会露脸等等的，因为我觉得，我差不多该要好好的为自己而活，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这样，对，因为其实我老公跟我爸妈的立场是比较接近的，我老公其实也蛮传统的，然后他是完全没有跟他家人出柜，但因为我跟我老公的个性就是都是会100%尊重对方啦，所以我们才能够一直相安无事的活到现在。
所以，我还是会坚持自己的决定，这样，因为我要为我自己的人生负责嘛，总不能够说，听了别人的决定，然后改变自己的决定。那如果感觉到后悔的话，即使真的后悔，那也都是自己要去承担的。你拥有100%的权利的另一面，就是你必须要100%的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觉得，只要你能够负起责任，那自然没有人可以去指责或是要求你做出不符合你心意的事情。你可以100%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时候，就 go ahead， 就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对 ，OK， 好，剩下5分钟，我们刚好来做结尾，那就先跟 IG 的这边说拜拜咯。来，再一次哦，这个衣服非常好看哦，之后也会开放募资，然后这是难得同时尝试了黑色跟无袖的款式，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版型我找了很久哦，就是那个接近吊嘎，但是正面看起来有点像 T 恤的款式，这个就很适合冬天穿哦，就是冬天的时候你可以搭在里面，然后加件外套，这样就很好看。好啦，那就先跟 IG 这边说拜拜咯 IG 的这边拜拜。耶，结束直播。好，那再来就换，换 YouTube 这边，对 ，YouTube 这边也还没关。那 YouTube 的听众也谢谢大家聆听喽。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大家拜拜。